你花光仅剩的积蓄娶了一个小媳妇，怎料新娘竟被调包了。说好的大胸御姐，给你的却是小不点萝莉。你看着眼前的小豆丁，不由得有些恼火。御姐变萝莉，这特么不是骗婚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听到问话，小姑娘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。我是赵月容，是夫君的新娘。她的嗓音柔柔糯糯，似乎是有些羞涩的缘故，声音也很小很小。而你看到这一幕，也感觉事情并不简单。思考片刻，对眼下的情况想通了一些。眼前这个小妮子的母亲是赵家那的小妾，两人一直相依为命。如今母亲死了，她的依靠也没了，现在还被赵家用来顶包。皱眉望着眼前这个怯生生的小姑娘，见状，赵月容低头看看自己瘦弱的小身板，然后又看看皱着眉头的你，明白自己是遭到了嫌弃，犹豫半天才鼓起勇气小声唤道：“夫君，我虽然看起来瘦了点，但是我很会干活的，而且姐姐也说你是个好人，不会嫌弃我的。”说罢，他的两只小手握得更紧了些，一双眼眸有些紧张的偷瞄着你。听到这些话，你差点气笑了。特么的来到大明，竟然也能领到好人卡，但御姐变成还没开始发育的小萝莉，你还是觉得莫名有些窝火，语气也不由得加重了几分。赵月如若是不想嫁，直接退婚便是，何必要玩替嫁这一套？面对我明显带着些怒意的质问，赵月容吓得抽抽鼻翼，可怜兮兮的抖了一下小身子。她扁着嘴，感觉心里有些委屈。前些日子姐姐找到自己，说要自己代替她嫁过去，还说如果不同意的话，就把自己赶出家门去当乞丐。她不清楚自己想不想嫁人，她只知道只要出嫁，就不用当乞丐讨饭吃。对不起有用吗？你们家这属于是骗婚，如果我去告官的话，你们不仅要把聘礼钱给我退回来，而且你们全家还要被抓到衙役里去挨板子。听到挨板子几个字，赵月容脸上明显流露出几分害怕的情绪，眼眶里也瞬间蓄满了泪水，抽抽噎噎道：“姐姐说，要是我不嫁给你，她就把我从家里赶出去，让我出去当乞儿讨饭。”她小声哀求道：“夫君，你可不可以不告官，也不要把我赶回去？我们成亲，我是你的新娘，你不要我的话，聘礼钱我可以干活还给你的。”赵月容声音越来越小，还显得语无伦次。她知道骗婚是不对的，但她没有办法，不这样做就会被赶出去当乞丐。看到她满脸泪水的样子，你不由叹了口气。现在明白事出有因，这个小女孩也属于是受害者，因此不能再对着她发火。但问题是，小姑娘现在成了自己名正言顺的妻子，自己又实在是下不去手，这咋办？沉思间，突然一碗面被递到了你的眼前，抬起头就迎上赵月容那副小心翼翼的表情。小姑娘刚刚哭过，双肩本能的一颤一颤的，以至于面汤都有些摇晃。夫君，吃面吧。说着，她还偷偷咽了一下口水。你见状叹了口气，你吃吧，等吃完咱们一起去趟你家，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。你的本意是想上门要个说法，却不料这话刚出，赵月容的眼眶里便再一次蓄满了泪珠，抽动着小鼻子哽咽道：“我能干活，我吃的也不多，很好养活的，能不能不要把我赶回去？夫君。”她的声音带着哀求的意味，其中还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。但饶是如此，她依旧在很努力地推销自己，诉说着自己的用处。瞧着她期盼哀求而又怯懦的眼神，要多可怜有多可怜。你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只能无奈道：“你别哭，我没说要把你赶回去，只是想去你家里把这事问个清楚。可我嫁给了你，这里才是我的家。”听到这话，你又觉得头疼了起来。在这个时代，讲究出嫁从夫，男尊女卑，女人完全是男人的附属品。在两人拜堂成亲的那一刻起，自己的家也就成了他的家。尤其是这个时代，女子首重名节，因此不管自己是把她赶回去也好，还是带着她去娘家当面质问也罢，无论哪一种，都会对她的名节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。事到如今，只能认下这个小姑娘给自己当媳妇了吗？可她一副萝莉少女的样子，就算自己什么也不做，也总感觉负罪感满满的。似乎察觉你有所松动，赵月容又弱弱地喊了你一声：“夫君，能不能不要赶我走？聘礼钱我能做工还给你的。”听到这话，你又好气又好笑。你知道我给你们家聘礼是多少吗？足足有10两银子，你怎么还？他的小嘴微微张开，本想说些什么，却又闭了起来。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做工挣钱来还债，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聘礼竟然是足足10两银子。这么多的银子，就算把自己卖出去也拿不出来吧。想到这，赵月容的眼泪又吧嗒吧嗒的落下。她紧咬着下唇，本能的想要抑制住抽泣，可一想到要被衙役抓去打板子，还要被赶出去当乞丐，她就觉得心里面止不住的伤心和害怕。你被这小姑娘给弄得彻底没了脾气，本想安慰几句，没想到一站起来，赵月容哭得更加厉害了。你只能长叹一声说道：“行，你别哭，我不报官，你也能留下来可以了吧？”赵月容听到这话呆住了，自己真的可以留下来吗？她大睁着眼睛，有些不敢置信，秀美的小脸上还挂着泪痕，手里依旧捧着那碗面。见到她这副样子，你扶了扶额头，再次给她肯定的答复。随即，你的眼光又看向小豆丁手里的那碗面。今天大婚摆桌却没吃什么东西，现在肚子确实有些饿。你伸手接过碗，想了一下，又板着脸教育道：“留下来可以，但是你们的做法是不对的。”赵月容弱弱的应了一声，好了，把眼泪擦擦，然后去把桌上的那碗面吃掉。赵月容看着桌上那碗面，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却摇头拒绝：“我不饿，夫君吃。不饿你刚才咽什么口水？快去吃。”他还是摇摇头，可以留着等夫君明天早上吃。现在是夏天，放到明天早上还能吃吗？到时候坏了就只能倒掉，那不就浪费了吗？说完，你就夹了几根面放入口中，味道还行。对于你这个来自后世的人而言，只能说勉强入口。另一边的赵月容依旧没有动弹，她只是伸手擦擦眼泪，转过身子，看着你大口吃面的样子，又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。她在家里很久很久才能吃上一次白面，至于肉更是只有过年才能尝到。眼见你手里的那碗面马上见底，她犹豫半晌才鼓起勇气，脸颊微红的小声问道：“等夫君吃完，可以把汤给我喝吗？可这是我吃剩下的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拿去喝吧。”你低头看看自己碗里的面汤，犹豫一下还是递了过去。赵月容小心翼翼地接过碗，那双哭得有些红肿的眸子亮了一瞬，随后一点一点地喝着碗里的汤，直到一滴不剩。
这才意犹未尽的舔舔嘴唇。他将空碗放回桌上，又看看你，小声说道：“谢谢夫君，我饱了。”你看了看空碗，又看了看赵月容，这小媳妇确实挺好养活，喝点汤就能饱。然而下一秒，安静的房间中一阵咕噜噜的动静响起，好像是肚子在做抗议。赵月容脸上闪过几分慌乱，见到这一幕，你突然笑了起来。听到你的笑声，赵月容更是窘迫的连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，那双稍显粗糙的小手紧紧捏着嫁衣的衣角，低着头，一副做错事的样子。眼见她这副模样，你突然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软了下来。这小姑娘还挺可爱的，随即开口道：“快去把那碗面吃了吧。”然而赵月容还是拒绝，一口一个我很好养活的，继续努力树立自己的人设，生怕吃多了你会嫌弃她，从而把她赶出去。看来软的不行，你只能来硬的。你索性走到桌前，端起那碗鸡汤面，佯装要倒掉。一旁的赵月容连忙出声制止，甚至情急之下，声音都提高了好几个分贝。那你吃不吃？吃，那就赶紧的。在你的催促下，赵月容终于端起碗开始吃面，她的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。娘，容儿吃上鸡汤面了，而且夫君也是个很好的人，心肠好，人长得也很好看。一碗面瞬间被吃得干干净净，用手摸摸自己吃得圆滚滚的小肚子，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。她的所有动作和表情都被你看在眼里，你不由哑然失笑。这小丫头还真有意思。吃饱了没？听到声音，赵月容抬起头，然后看到你正笑眯眯地看着她，不禁小脸一红，声若蚊蝇地嗯了一声，随即端着2个碗跑了出去，只留下一句：“夫君，我去洗碗。”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你自己。长舒口气，你开始盘算之后的计划。记忆里自己是个秀才，自个儿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，但现在的我并不觉得自己能考上什么举人进士。虽说脑袋里有原主的记忆，满脑子也都是关于四书五经的内容，但是八股文那个东西实在是太难为人，我得另寻一条出路。家里还有些家资，卖了地大概能凑出50两纹银，这些银子用来当本钱，然后做生意。凭着自己从后世看来的各种商业手段，不发财都天理难容。我这边正琢磨着，就看到赵月容推开门走了进来，对上自己的目光，小脸蛋上又莫名浮现出一抹晕红，或许是想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，比如洞房。看到小姑娘把手塞进怀里，似乎是打算脱衣服，我刚想阻止，就看到赵月容在怀里摸索一阵，掏出来一个花布做的小荷包，荷包的材质显得很是粗糙，但针脚却很扎实。小姑娘小心翼翼地把荷包打开，大着胆子和我对视，那双澄澈的眸子带着一贯的怯懦和娇羞。夫君，这是我这些年攒的我的嫁妆。夫君拿着。赵月容刚哭过的大眼睛有些红肿，手里粗糙的小荷包微鼓着，被珍重地捧在那双同样略显粗糙的小手中。荷包中的铜板数量不多，大概也就10几枚的样子。这嫁妆这么寒酸，再联想到小姑娘粗糙的小手，我能想到这丫头在赵富贵家的日子并不好过，甚至她都怀疑这10几枚的铜板是她从牙缝里省下来的。想到这，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堵得慌，正想推辞，就迎上小姑娘怯生生的眼神，透着期盼，让我不自觉地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。而且我看得出来，这小妮子是真的很想把这份在她看来很贵重的嫁妆交给自己。对于这丫头来说，她嫁给了自己，所以她的一切都是自己的。我长舒口气，迎着小姑娘期待的眼神，伸手接过荷包，柔声道：“好，我先替你保管着。”见到我接过，赵月容露出欣喜的笑容，两颊又一次绽放出甜甜的小梨窝，看得我忍不住想摸摸她的小脑袋。在这一刻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或许自己收下小姑娘的嫁妆，不仅仅是收下这10几20个铜板那么简单，还代表着自己已经彻底接受了这个小媳妇。一念及此，我想了想，开口说道：“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来，我家并不像你们家那样富裕，而且我是个书生，这些年就只是关在房间里埋头读书。说实话，种地、锄土、播种、施肥这些农活我一样也不会，所以你跟着我可能要吃苦。”听到我的话，赵月容的表情顿时认真了起来，她张着小嘴，很严肃地说道：“我不怕吃苦，夫君，我会努力干活的，家里的所有活我来干，夫君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，不用你一个人干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来。”面对他的提议，我直接摇头否决。就这么一个小豆丁，瘦瘦小小的，把所有的活都压在他身上，这搁谁都于心不忍。至于干活这件事，也实属是无奈之举。作为一个骤然穿越到明代的穿越者，他根本就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走，只能先按着轨迹往下走，然后再慢慢思考接下来的出路。这怎么可以？夫君是读书人，读书人别总是读书人怎么样的。有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读书人最没用。才不是，读书人都很厉害的。赵月容罕见的开始争辩起来，说到这又红着小脸嗫嚅道：“夫君也很厉害。”面对小姑娘的吹捧，我无言以对。在这个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时代，读书人确实挺厉害。为什么厉害？因为读书人可以考取功名，当官老年。我倒是也想当官，但对于科举实在是提不起信心，所以只能当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。行，读书人都很厉害，你会干活也很厉害，我们都很厉害。我也没再和他争辩这个问题，而是伸手摸摸他的小脑袋，不经意间用上了逗小孩的语气：“夫君，我不厉害。”面对我的举动，赵月容脸颊上的晕红更甚，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利索。见状，我又笑了起来。看看窗外，此时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悄然逝去，外面的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。这会儿是夏季，天黑的会晚一些，现在应该是晚上8点左右。当然，明朝没有表，这个时间是我估算出来的。而在古代，天一黑就代表着要睡觉。别说古代人，就是现代很多偏远山区的老一辈，依然保留着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。你困不困？困的话，你先上床睡觉。说着，我起身找到火折子，把房里的红烛挨个点亮，火光开始摇曳。而我身后的赵月容听到这一句话，又看到这一根根点亮的红烛，晕红的小脸上顿显局促，一时间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。夫君的意思是要和自己洞房了吗？想到这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心里砰砰跳得厉害。他有些不安地看看喜床上铺着的大红喜被，红色的帷帐，又回头看看我，见我正蹲在柜子前翻找着什么，应该是在翻找白帕子。他心里如此想着，又悄悄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白帕子，这是出嫁的时候家里做工的王婶悄悄塞给自己的。婶子还说洞房的时候要把这方帕子垫在身子底下。小姑娘脸红心跳，脑袋里胡思乱想着，最后犹豫一下，伸手把自己身上的大红嫁衣给脱了下来。
红色的嫁衣一除，身上就只剩下了一械裤。面对着最后一道屏障，他几次伸手，但终究是没有勇气再拖下去，索性一溜烟的钻进了被窝里，决定把这最后的衣服交给夫君来脱。我正在柜子里翻找着，打算找到一床被褥，然后去别的屋里睡。听见身后窸窸窣窣的响动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随后就瞧见小姑娘全身都裹在了被子里，只留下一双大眼睛在看着自己，只是那双眸子怎么看怎么有些羞赧。和我的眼神刚一接触，赵月荣眸子里的波光变倏的颤动一下，赶紧伸手把被子往上扯，将自己整个人都闷在里面。犹豫半天才鼓起勇气，声音有些颤抖的开口道：夫君，我这里有帕子呢。帕子？什么帕子？我一怔，就是白帕子。我皱眉想了一阵，依旧没想明白这个白帕子是个东西，索性含糊不清的哦一声。听到这声轻哦，赵月荣顿时觉得我要上来和洞房了，一时间心跳骤然加快。被窝里黑黑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还有点捂得慌。他能明显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，很热的感觉。沉默片刻，他又想起什么，轻咬着嘴唇小声说道：夫君，可以把蜡烛吹灭吗？亮着烛火，总觉得很害羞。你不怕黑吗？我环顾一下四周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总会把这个小媳妇当成小孩子看待，因此并没有吹灭蜡烛的打算，担心她夜里怕黑。我不怕。夫君怕吗？我当然也不怕。我把翻找出来的被褥抱在怀里，又站起身将蜡烛挨个吹灭。想了想，还是留下了一根，借着微弱的火光，我看着床上微微鼓起来的一小团被褥，没什么事的话，你早点睡。说着，他便往门外走去。听到这话，赵月荣觉得有些不对，掀开被子，紧接着就看到我打开房门要走出去。见到这一幕，他下意识出声喊道：夫君，你要做什么去？不洞房了吗？话刚一出口，他就觉得后悔了，又赶紧把自己裹进被窝里，脸颊的晕红也迅速蔓延至耳根。他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应该，居然说出这种要和夫君洞房的话。现在夫君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不要脸的妻子？我看着小豆丁嗖的一下，把脑袋钻进被窝里，明白他是因为害羞，只是他这副害羞的样子，总让我觉得想笑。小丫头毛都还没长齐，竟然还想着要洞房。洞房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没有回应。见状，我继续道：总之我去别的屋睡，就这样，你早点睡，晚安。说罢，我就抱着被褥推门走了出去。根据这记忆里的路线，我踱着步来到曾经自己的卧房，在床板上胡乱扫了几下，把被褥往上一铺，然后便躺了上去。身为一个现代人，这个时间点根本就睡不着，但古代的农村晚上也没什么娱乐活动，硬要说的话，也就是造小孩。我本来也有幸能玩上这一娱乐活动，但谁能想到，说好的御姐媳妇变成了小豆芽菜。说有15岁，但长得也太嫩了些，看着也就13、14岁的样子，而且小身子也太过娇弱，根本就不忍心下手。想换又没法换，怎么办？只能种在土里先养一养，等过2年小豆芽长到大豆芽再说。我脑袋里胡思乱想着，想着，又开始琢磨起以后的出路。现在我就想着经商，毕竟有钱就是大爷。只是这一铁律在明朝好像不太行得通。众所周知，大明朝等级森严，户籍制度大抵上可分为军、民、将、造。大明朝就没有商籍这一说，而所谓的商籍也仅限于盐商。就这还是明朝中后期才开放的。至于其他的商人，只能蹭别人的户籍。所以在明朝，商人的地位简直低到令人发指。是个人都知道钱是个好东西，但在明朝，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却被压制在整个社会框架的最下层。发展到现在弘治年间，商人的地位提升了很多，可以参加科举，可以大摇大摆的用钱砸人。只不过明朝的户籍制度依然深入人心，也一直没有崩盘。在百姓眼中，商人有钱归有钱，但你的社会地位不入流，这大概属于贫苦百姓的一种自我心理安慰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如果自己跑去经商，肯定会被族人村民视为堕落的开端，然后被族长领着一众亲戚进行毒打，打到自己放弃经商的念头为止。不过我还是打算去经商，毕竟别的人穿越不是登基称帝，就是裂土封侯，再不济也是出将入相。自己这一穿越，当个农民苦哈哈的种地算是怎么回事？这也忒丢人了点。就是不知道自己跑去经商，能不能扛得住族人的毒打，而且身上满打满算只有不到10两银子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。苦思冥想半天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发财大计应该怎样迈出第一步。这才穿越第1天而已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嘴上如此安慰着自己，我眼睛一闭，开始强迫自己入睡，打算明天去城里转上一转，寻找一下商机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也不清楚自己睡了多久。鸡鸣声后，又过了不知道多久，听到了一阵脚步声，脚步声很轻微，还有一阵呼吸软软的扑在自己的脸上。第2天鸡鸣声后，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，还有一阵呼吸软软的扑在自己的脸上。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，就看到赵月荣正凑在床前看着自己。见到我突然睁开眼睛，小萝莉明显被吓了一跳，赶紧脸颊微红的解释道：夫君，这里有洗脸水，我是来伺候你洗脸的。我在洗脸水中看到了自己这张脸的倒影，虽然有些模糊，但还是依稀可以看清楚。眉清目秀，风度翩翩，前世若有此等相貌，应聘个月薪10万的男公关都绰绰有余。何至于找不到对象？洗漱过后，两人来到灶房相对而坐。我吃饭很快，可坐在对面的小豆丁一直没有夹菜的举动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喝着碗里的米汤。我直接夹了一个鸡腿放到他碗里。别总跟我说好养活不养活的事情，你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赶紧给我多吃，好好给我长起来。锅里的粥还有剩下的这些菜都是你的，你记得把这些全部吃完，不准剩。我要出去一趟。夫君要去哪儿？京城。大明京师顺天府沿中轴线一分为2，以鼓楼为界，东面属大兴县管辖，西面则归宛平管辖。甚至大兴县的县衙都在京城里面，这叫城内郭，位置就在后世首都 DC 区的大兴胡同。我觉得自己有幸穿越一回，大明朝的京师说什么也要去参观一下，主要目的还是去看看有什么商机。闻言，小姑娘也没有问我要去京城干什么，而是直接放下碗筷。夫君，你等我一下。说罢便起身往门外跑去。过了片刻，小姑娘又嘟嘟嘟的跑了回来，怀里多了一把油纸伞、一个布包，外加一个水囊。夫君，这些东西你拿上，昨天婚宴还剩了些蒸馍，我都装进了布包里，夫君拿着在路上吃。我没有推脱，嘱咐她在家里乖乖等着我回来。
赵月荣甜甜的应了一声，把我一路送到了院门口。我往前走了一段，转过头来，依然能看到自家门口那个小小的身影。小姑娘倚着门框，正目送着自己，这算什么？夫行千里妻担忧。小丫头长得虽说有些稚嫩，但倒是很有妻子的做派，心里莫名翻腾起一股暖意，朝着她挥了挥手。那小小的身影也抬起了纤细的手臂，冲着我挥了挥，继续朝前走。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传来，我循声看去，一名大约7、8岁的小萝莉正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，那怯生生的小表情，简直和自家的小媳妇如出一辙。可惜这只小萝莉肤色黝黑，脸上的鼻涕也多了一些，有着前身的记忆，我自然能认得这小女孩是谁。村里人都叫她二妞。小萝莉也正看着我，确切来说是盯着我手里的馒头，目光艳羡，还很是费力地咽了咽口水。我低头看看手里的馒头，随后笑容可掬地朝二妞招招手：“二妞，过来，做什么？别问，问就是有好事。”闻言，二妞牵着牛迟疑着一步步挪了过来。我笑容和善地掏出2个泛黄的馒头递过去，给，拿去吃吧，给我。二妞张大眼睛，有些不敢置信的样子。我点头，二妞又左右看看，发现附近没人，这才伸手接过馒头，怯怯的道：“谢谢元哥。”瞧着鼻涕妞盯着手里的2馒头，一脸幸福到不敢相信的样子，我心中有些感慨，摸摸小女孩的脑袋，转身离去。上午时分，坐着牛车的我终于看到了京师顺天府那巍峨高耸的城墙，青灰色的城砖带着古老沧桑的气息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淡淡的幽光，向世人彰显着其身为大明国都的雄浑气魄。穿越的第2天，我已经拥有了梦想，赚银子，在京城买套大宅子，成为京城人士。我心里想着，目光往下移，跟随着人群涌入了这片繁华之中，入目所及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新奇。这里是货真价实的古代首都大街，两旁的店铺，来往的人群，耳畔的嘈杂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，绝非那些古装戏的场景可以比拟。行走在闹市之中，我打算先买些布匹，拿回去给家里的小媳妇做几身衣裳。早上我就留意到，小媳妇已经把嫁衣换了下来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粗布衣长，打着不少的补丁，而且已经浆洗得发白。然后还得买些点心糖块。丫头年纪小，正是嘴馋的时候，这个时代的食物又不甚丰富，点心糖块应该很合她的胃口。一路走来，观察着明朝的商业模式，我起码寻找到了10几种商机，有的需要大量的银子，有的需要大量的时间，而唯一不需要多少时间，也不需要多少银子的，我只想到了一种。明代是古典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，而活字印刷的诞生，让出版业也达到了巅峰。可以说，在明朝大大小小的书局数不胜数，书架上书的类型还挺多，志怪类的、游记类的、爱情类的，甚至还有不少带着颜色的刘备文。他拿起其中一本翻了2下，忍不住啧舌：好家伙，这明朝人玩的挺花呀，还带插图、龟龟，还有这种姿势。怀揣着批判的心情，我将这本刘备文上的插图都看了一遍，往自己以前还觉得小八嘎国的老师们会得多，跟我华夏的老祖宗们一比，顿时黯然失色。我把书局里各类的书籍都大略翻了翻，心里得出结论：明朝真是一个小说行业空前繁荣的年代，什么题材都有，而且尺度很大。这帮文人胆子是真的大，啥尼玛都敢写。不过这倒是一件好事，我之前想到的商机里就有跟书有关的，当一波文抄工，尺度大点，用写出来的书卖钱，严格来说不算是商人，挣的稿费勉勉强强的可以叫润笔之资，不用遭受毒打。从书局出来，我买了各种花色的布匹，又买了点心糖块，还给小媳妇买了一杆新牙刷。她带过来的那杆牙刷毛都快掉光了，瞅着不像是牙刷，倒像是烟枪。等我提着装有各种物品的包裹到达村口时，天色刚到日暮。待走到家门口时，一道小小的身影正蹲在自家的院门前，看见我回来，二妞把手里的麦秸秆一丢，赶紧跑过来道：元哥，你家的心腹被族长他们捉去祠堂了。听到被捉去祠堂这几个字，我哪里不晓得是出了什么事，定然是村里知道了自己新媳妇被调包的事情，于是把赵月荣捉去问话，或者更应该说是问罪。没时间耽搁，你转身急匆匆地往祠堂跑去。来到祠堂外时，你就瞧见祠堂的院落里站了人，此时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，必须要让族长严惩，对，必须严惩。听到严惩2字，你暗道不妙，奋力地从人群中穿过，快步走进了宗祠大堂。族长外加几名族中老人，还有自己的叔父都在堂中。小媳妇赵月荣跪在地上，正红着眼，手足无措，小身子吓得微微发颤，一脸的无助。看到你进来，她眸子一亮，随即变得更红了几分，眼泪瞬间蓄满了眼眶。你给了她一个别怕的眼神，冲着堂内的几位长辈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。族长握着太师椅的扶手，冷哼一声，故意偏过头去不受你的礼。你是读书人，又有秀才功名在身，见官不拜，老朽一个糟老头子怎敢受你的礼？在这个族长等于村主任的时代，村中的大小事情都要告知族长知晓，让他帮忙裁决，而你遭遇骗婚一事却隐瞒不发，这让老爷子觉得你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想通其中缘由，你又对着老爷子深施一礼。叔公乃是长辈，又是族长，这礼自然受的。这一次族长坦然地受了下来，面色也略微缓和了几分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又拍着桌子怒喝道：赵家人这是想做什么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来人去写状纸。伴随着老爷子一声令下，2个粗壮的妇人走进大堂，一把钳住赵月荣纤瘦的胳膊。赵月荣吓得小身子瑟缩了一下，想挣扎又不敢，眼里的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。夫君 QWQ， 他觉得自己这回是死定了。好日子明明才过了1天1夜而已，都还没有洞房，没有给夫君生孩子。这时你突然从后方将赵月荣抱住，他小小的身子落入了你的怀中。此事就此作罢吧，我已经决定让他留下来了。所有人瞠目结舌，不明白你到底在想什么。赵月荣红着眼眶看着你，心里升起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
感。你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：“别怕，有我在。”说完后站直身子，你看着老族长那双闪烁着精力之色的眸子，明白对方已到了暴怒的边缘。你自认不是什么大善人，但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个怯懦懂事的小姑娘落到一个悲惨的境地，甚至将这所谓的名节给生生逼死。为了说服族长，你不得不拿出封建迷信那一套。叔公，各位叔伯婶子，我久病不愈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一命呜呼。但昨日成亲之后，我已觉得身子大好，看来这冲洗的确有效果。在场的众人，包括族长，都不约而同地将你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一个个的面色都缓和了些许。看这样子，冲洗当真是有了很大的效果。如此一来，倒让他们觉得心里好受了许多。然而族长还是不想轻易放过赵家，见你沉默不语，族长又有些生气。赵家实在是欺人太甚，况且这是对你的名声不利，传出去旁人还以为是咱们怕了他赵家。族长不必担心，元儿如此聪慧，将来定能考取功名。等光耀了门楣，旁人谁敢笑话？夏如在一旁又插嘴道。此言一出，族长的面容松动了许多。确实，只要考取了功名，谁敢笑话？想到这，族长沉吟片刻后就答应让你留下赵月容，只是读书一事切不可放松。你张张嘴想拒绝，但憋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应下。族长拄着拐杖当先离开，祠堂里的人也陆陆续续的散去，而小萝莉依旧规规矩矩的跪在地上。你走上前去拉着她从地上站起来，伸出手指擦擦她小脸上的泪痕。赵月容只觉得鼻子一阵发酸，哇的一下又哭了出来。叔弟伸出胳膊环住夏元的腰肢，将小脑袋埋进你的怀里，边哭边抽烟。过了半晌，哭声依然没有停歇，但你的衣衫却早已被浸湿了大半。此时夕阳已经下山，天空中还剩下最后一点余晖。就着这点光亮，你从包里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，等拆开包裹在外的油纸，里面赫然是一块块麦黄色的饴糖。你用手拿起一块来，把头抬起来张嘴。小姑娘哭得迷迷糊糊的，听到你的话，下意识的抬头张嘴，紧接着一块东西就被塞到了嘴里，感受着嘴里甜津津的滋味，她的眼睛骤然睁大，一时间都忘了哭泣。你揉揉小姑娘的脑袋，见她一张小脸哭得梨花带雨，两个小肩膀还跟着一颤一颤的。饶是如此，她仍然不忘眼泪汪汪的含着糖，时不时还让口腔里的麦芽糖转动两下，在脸颊处顶出一个个凸起。你突然又有点想笑，果然是小孩子。你把剩下的麦芽糖又用油纸包住，放进布包里。见状，赵月容有些不解：夫君不吃糖吗？不吃，这糖是专门买给你的。你若是喜欢吃，我下回出门再给你买些回来。闻言，赵月容立刻摇头：不要，饴糖很贵的，夫君以后不要买了。银子是赚出来的，又不是省出来的，没必要在这些上面节省。可见他还想再说，你打断道：好了，刚才跑得匆忙，我把大件的包裹都扔在了院门口，咱们赶紧回去，免得让别人捡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你洗漱完毕便回到房里铺开纸张，开始考虑该写什么，或者说该抄什么才好。你昨天去京城考察之后，发现这个时代的小黄文特别流行，至于其他的类型，好像也没有特别畅销的书籍。沉吟片刻，你拿起毛笔写上《射雕英雄传》这几个字。就在你回想情节时，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幅幅画面，那是你前世捧着小说原著阅读的场景，书上的一行行内容清晰无比，这就是穿越符令。有着这种身临其境般的记忆力傍身，你刷刷点点几百个字已经跃然纸上，继承了前身的一切，前身的书法技艺自然也一并继承了过来。字看起来赏心悦目，但毛笔书写还是效率缓慢。你决定加把劲，争取写到牛家村惨案，然后先把稿子拿到京师的书局去谈谈价格。期间，忙着裁剪衣裳的赵月容抽着空来的一沓，手上还端了一碗水，瞧见你正在写东西，声音小小的说道：夫君，喝点水吧。你应了一声，伸手接过水碗喝了一口，才发现这水是甜的。夫君，好喝吗？小姑娘脸蛋红扑扑的，一脸希冀的看着你。好喝。你笑了一下，将糖水一饮而尽，放下碗。你瞧见小姑娘正盯着桌上的稿子，而且看得还挺认真，不由其问道：你识字？赵月容摇头否认，随后抬起脑袋，一脸肃然道：但是我觉得夫君写的字很漂亮。你深以为然赞许道：我也这么觉得，你是个有眼光的。然而昨日在祠堂时，你答应了族长要考取功名，给族里争脸面，可你前世也不喜欢上学，不过父亲是个严厉的人，硬是把你打上了985，而这一世你只能自食其力。虽然这个家庭算不上贫穷，甚至还能归纳到小康之家，可对于你来说这还不够。不说别的，光说茅房，不仅四面漏风，脚下踩着的也仅是搭在坑上的2块木板，蹲在上面让人有种随时可能会掉下去的错觉。每天吃的东西也让人难以下咽。正在你思考如何赚钱时，院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喊声，出门一看，原来是叔父来拉你去学堂，但你根本不想去，因为去了之后就意味着每天要早起，早起的时间大概是凌晨4点多，毕竟5点左右就要上课，起得早是一方面，更恐怖的是还没有假期，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害怕极了。然而事与愿违，走，随叔父去学堂里读书，你可是要考进士的人，功课千万不能落下。说着，他一把拽住你的衣袖就往外走。不一会，你两便来到了夏家庄的学堂，偌大的屋子，只有寥寥几人捧着书本摇头晃脑的读着，而更多的则是在嬉戏打闹。你找了个位置坐下，随即开始写你的话本。叔父从远处看见你正奋笔疾书，还以为你努力学习四书五经，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。族里的学堂不比后世，学放得早，晌午一过便到了下学的时间。刚想往家走，你便瞧见自家那小萝莉媳妇正站在树下，提着一个篮子，正探头探脑往你这边望。你朝着那边的树荫底下走过去，很快就站到了赵月容的身旁，两人挨得很近，大概也就30厘米的距离。不过你发现这小妮子好像压根就没注意身边多了个大活人，依然探头探脑的往学堂那边看。你思考2秒，随即悠悠地问道：看什么呢？我在看。话说一半，赵月容突然意识到不对，一扭头，你们四目相对，又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，小萝莉的脸上渐渐升起红晕。不过你对此却毫无察觉，将视线挪到她手里的篮子上。
开口问道：“是不是来送饭的？”小姑娘掀开篮子上盖着的白布，把里面装着的东西亮给你看，随后扬起脑袋问道：“夫君，你已经下雪了吗？”“是啊，不仅下雪了，我还站在旁边和你一起看了一会儿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”说着，你将手伸出，手指划过赵月容的脸蛋，停顿一下，还是放弃了捏一把的打算，转而拉起她的小手，小手细细嫩嫩，带着温热。或许是第一次被自己牵手的缘故，你感觉到在攥住她手的那一刻，小姑娘的身子明显一抖，绷得紧紧的。过了片刻，才渐渐平复下来，只是脸蛋依旧红红的，低着头表现出一副不敢言语之态。你看得好笑，心里更觉得这个小媳妇可爱，只是可惜太嫩了些，压根就没法履行媳妇的职责，就连未来孩子的食堂也还没建成，甚至连个小鼓包都看不出来，想想都有种罪恶感。夜晚时分，你伏在桌前，就着烛火的光亮刷刷点点的奋笔疾书。此时的夏天实在是太热，又没有空调和风扇，旁边还点着烛火照明，你为了凉快点，直接光着膀子在那儿坐着。房门嘎吱一声开了道小缝，赵月容的小脑袋探了进来，看到你之后脸色不由一红，盯着看了几眼。赵月容红着脸把目光挪开，而后深吸口气推开房门迈步进来，怀里还抱着件新缝制的衣裳。夫君，这是我比着你的旧衣服做的，你穿上看合不合身？你也不客气，接过衣服直接套在身上，按着旧衣服的尺码做的，尺寸不大不小正合适。赵月容围着你转了几圈，又踮起脚看看你的肩膀处，发现没有不合适的地方，小脸顿时变得喜滋滋的。等明日再把针脚加固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穿了。你看着他身上的破布衣问道：“给你自己做新衣服了没有？”“我不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你就比了个停的手势。赵月容一张嘴，你就知道这妮子要说什么，肯定是我不需要，要么就是我不用，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推辞。想了想，你询问道：“我是你的夫君，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话？”小姑娘一听，连忙正色道：“听夫君的话。那你明天给你自己做一身新衣服，到时候我要检查的，听到没有？”犹豫一下，赵月容轻轻点头，嗯了一声。见他答应后，你便让他回房休息。只是你刚用毛笔蘸蘸墨汁，正准备落笔时，却被一只小手扯住了袖口。你疑惑转头看着赵月容那羞红的脸，她张了张嘴，迎着你探究的眼神，脸红得更厉害了，垂着脑袋扭捏许久，终于还是鼓起勇气小声问道：“夫君今晚在哪里睡啊？”你疑惑地转头看向他，当然是睡在这里，还能睡哪？小姑娘轻轻哦一声，手依旧紧紧扯着你的袖口没松开，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。看着她吭哧吭哧的样子，你非常明白这小妮子的意思。可惜你目光从她毫无起伏的小胸脯上一扫而过，有些惋惜地说道：“你年纪还小，还没有长大，不要一天天总想着洞房。”听到这话，赵月容不由一呆，紧接着就是一股难以自抑的羞耻，忍不住补嘴反驳道：“我才没有想。”尽管声音提高了几个档次，但稍带稚气的嗓音在那摆着，哪怕是有些羞愤的口吻，听着都像是恋人在撒娇一样。你用哄小孩的语气悠悠回道：“是，你没想，我是想了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小姑娘好似又燃起了希望。“假的，赶紧回房睡觉去。”说完，你便把小萝莉赶出房间。经过10来天的奋斗，你终于把《射雕英雄传》的话本写了近10万字。收拾好草稿，你便出发上京城。你找了好一会，最终站在一处名叫碎雅斋的书局门前。这是你发现的目前为止最大的书局。定了定神，你拿出书稿，径直走向柜台处。走到柜台前，还没说话，掌柜便放下毛笔，从柜台后走出来。“公子，请随老夫去后室一谈。”声音压得很低，毕竟读书人向来面皮薄，卖书稿时总是遮遮掩掩，不想别人知道。你们俩来到后室，掌柜的先是看了看你的稿子，没想到越看越上头，那些武功招式的描写更是让掌柜眼前一亮。刚才一直不听捋须的手一时间都停了下来，再想翻没了。掌柜的有些不信邪的捻了捻手里的纸张，想看看是不是后面还粘连了几张纸，但确实没了。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让他极为难受。掌柜意犹未尽的放下书稿，忍不住问你后续如何。你却自顾自倒了一杯茶，喝了2口，反问道：“掌柜的，你觉得我这书稿怎么样？能卖多少银两？”掌柜的一呆，心说这少年郎跟他写的书一样的直白，他接待过无数来卖稿子的读书人，却从没见过这样开口就谈价钱的。“公子既然来了，老夫总不能拒人之外，碎雅斋愿出价10两，求购公子的书稿。”说完，他就信心十足的等着你点头答应。然而等到的却是你的告辞，我再去别家问问。正当你要走出门时，掌柜忙上前去扯住你的衣袖：“哎，公子且留步。”听到这话，你才停住脚步。小相公若是觉得价钱不满意，可以再谈了，何必起身告辞？公子说个价格，老夫且听听。你摇摇头道：“还是听掌柜的说吧。”一连说了几个数字，你都没同意。掌柜的一咬牙，给出自己的报价：“最多36两，我们书肆往往也只是给出10几20两的价格，像公子这般8、9万字就给36两的，绝对是天价。”你忽的插嘴，又把来之前的打算说出来：“放心，后面的内容只会更精彩，要不咱们按字数算钱。”掌柜的一怔，在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似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世上竟真的有这般不要脸的读书人，读书人的气节呢？骨气呢？脸面呢？你提出1000字1两银的建议，掌柜听到这价格还以为你穷疯了。见他这么激动，你才解释道：“只是打个比方，并不是真的要1000字1两银。”闻言，掌柜这才放下心来，想了想这个方法似乎可行。随后你们又一阵讨价还价，最终将价格定在1000字5000。和掌柜的定下契约后，钱货两清，银子到手，你不禁心情大好。临走时，你又买了2刀好纸，40余两的银子，将近3斤重，揣在怀里沉甸甸的。严格来说，这是你穿越到明朝之后所赚的第一桶金，离在京城买房又近了一步。此时已经过了晌午，路过一家棚面的小摊时，你走过去要了一碗馄饨，还没来得及吃，忽的一阵踢踏急促的马蹄声传来，600里加急。听到呼声，街上的百姓几乎是本能般的四散闪躲，紧接着一个骑马的兵士踏
踏阶而来。隔壁桌不知是哪个食客说了一句，恐怕又是那达达饭店。你吃着馄饨，默默听着周边人咬牙切齿的议论。这个时代的人和那蒙古之间的关系是同水火，就连平头百姓亦是如此。吃饱喝足后，你前往市集买了点生活必需品，又买了几斤新鲜猪肉，再是急转了一回，买了些其他东西，其中包括一根做工精巧的银簪，这是送给家中小媳妇的。小姑娘连个好点的簪子都没有，每次挽头发只是用一根木簪，赚来的40两银子花了将近一半，你这才雇了辆牛车，大包小包的往下家庄而去。推开院门，左右看看，没看到赵月容的身影，想了想，你便转身进了灶房。小姑娘正端着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守着灶火，看到你进来，忙站起身，小声喊了句夫君。接着看到你手上的大包小包，她又赶紧跑上前帮忙，把东西放到地上。你腾出手来摸摸她的小脑袋，转头看看冒着热气的大锅，问道：锅里煮了什么？听到小姑娘回答的是历史，你才想起来今天忘记买粟米了。早上出门时，小姑娘还特意和自己说过家里没粟米的事情，结果忘得一干二净。这些天先吃历史吧，等下回我去经理的时候买些粟米回来。赵月容闻言，当时有些心疼自己的柴火，但也没说什么，总不能现在叫夫君去买。来，低头，你在怀里掏了掏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只银簪子，然后往小姑娘的头上一插。赵月容下意识低头，察觉到发间多了什么东西，又不由伸手去摸，接着好奇地将那只银簪取下。等看清手上的银簪之后，她的一双眼眸顿时睁得大大的，看看你又看看银簪，忽的嘴一抿，眼眶里氤氲起了水雾，泪水开始打转。你看她又要哭，连忙出声制止，停，打住，别哭。赵月容闻言吸了吸小鼻子，想把眼泪止住，但泪水却不争气的越来越多，直至从眼眶里涌出。你叹了口气，得，又哭了，取回来个小哭包，好端端的，你哭什么呀？赵月容用手不停地抹着眼泪，但越去擦拭，眼泪却流得越多，哽咽道：我想我阿娘了。赵月容想到阿娘临终时那副又瘦又苍白的样子，阿娘伸出手想摸自己的脑袋，但手伸到半空就垂落了下去。她知道阿娘这是放心不下自己，害怕自己以后过得不好，但自己现在嫁给了夫君，过得很幸福，夫君还会想着买簪子送给自己。如果阿娘能看到自己现在这样，她该多开心啊！越去这样想，她就越是伤心，一时间哭得跟个小花猫似的，梨花带雨的模样楚楚可怜，瞧着就让人心疼。你用大拇指抹了抹她脸上的泪珠，好啦，别哭了，再哭就不好看了。这话不说还好，一说出来，赵月容啊的一声哭得稀里哗啦的。你见状也是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安慰，只能伸出手来拍拍她的后背。过了一会儿，赵月容便哭得没了力气，停止了大哭，转而又变成小声的啜泣，但眼泪却依旧流个没完。见她不停地流泪，你也把原主之前的经历说了出来。1年前我也一下失去了2个亲人。稍显低沉的声音响起。听到这话，赵月容开始使劲擦着小脸，眼睛里明显带着愧疚。刚才只顾着自己伤心，现在她才想起来，自己的夫君好像才是那个最伤心的人，自己只是没了母亲，但夫君却在1年前一下失去了2个亲人，肯定比自己更要伤心。他还因为这件事大病一场。夫君，对不起。赵月容仰着脸小声道：夫君要哭吗？我哭什么？说着话，你把手顺着她外裙的连接处伸进去。赵月容先是一呆，接着便是又慌又羞，慌张无措之下，她本能的一口咬住你的手腕。不过好在赵月容只是咬了一下，就又立马松开。你咧着嘴角，用食指和中指从赵月容怀里夹出一张白帕子，将手抽出来之后，你低头看了看，小丫头片子下嘴还挺黑，一口下去就给自己咬了个手表。想想也冤枉，自己又不是存心占便宜，只是想帮她擦擦眼泪，但身上又没有手帕。你想起她整天在怀里揣着的白帕子，就想着掏出来用，谁知道这小妮子反应居然这么大。退1万步来说，你俩本来就是夫妻，就算是占便宜也没什么，何况她那点平平坦坦也没什么可占的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赵月容怯怯地问了一句，和刚才咬人时的小凶狠相比，现在的她明显慌了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显得坐立不安。还行，没少一块肉。你在手腕上揉了几下，这才回头去看小萝莉发呆的无辜模样，那脸上的斑斑泪迹又显得特别的可怜。瞧着这张小脸，你一时间也没了脾气，只能一边帮她擦着眼泪，一边哭笑不得地解释道：我就是想从你怀里掏出白帕子，然后帮你擦擦眼泪而已，又不是要非礼你怎么这么大反应？再说咱们不是夫妻吗？你还整天想着洞房呢。听到这些话，赵月容又是愧疚又是羞耻，那双不安的大眼睛几乎不敢和你对视，只好嗫嚅着嘴唇道歉：夫君，对不起。你看你整天就知道说对不起，除了这个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？帮他擦干了泪痕，你把白帕子给他掖到领口，没敢再往里塞，随后张开双臂半开玩笑的道：来，让夫君抱抱，抱一下就原谅你了，这个可比道歉管用。赵月容小脸红扑扑的，微微错愕之后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了你。最萌身高差大概就是这样了吧，只可惜太瘦了，不过抱着也能感受到少女身体应有的娇软，抱起来要说多舒服谈不上，但要说个人又不至于，要是能再胖上2圈就好了。想到这，你又忍不住把怀里的小豆丁抱紧点，还是没有，再紧点，这下好像有了。赵月容显然也察觉到了这一点，有些害羞的往后缩着身子，尽量不与你接触。只是这种少女特有的矜持，反而让人有种想要去戏弄她，然后占她便宜的邪恶冲动。这副反应特别的可爱，也是惹得你忍不住将她抱得更紧。这一抱紧，赵月容又被迫贴了上去，贴得比之前还要紧密，甚至胸口都有种窒息的感觉。她感觉自己要喘不上气了。在这一刻，她脑袋里忽地冒出来一个很突兀的念头：自己的夫君之所以把自己抱得这么紧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和他贴在一起。你就这样紧紧抱着她。小萝莉虽然娇羞不已，但却异常的乖巧，就如一只伏在自己怀里的小猫一般。过了很久，你才终于舍得放开怀里的小丫头，迎着她羞赧的可爱模样，一脸正色道：以后要多吃点，知道吗？看你瘦的，窒息感消退。赵月容不由呼了口气，又对那温暖的怀抱觉得不舍，垂着脑袋应了一声后，羞答答的道：夫君，我去煮饭了。闻言，你从包袱中翻找出那几斤猪肉和猪板油，把这些东西洗一下，肥的用来炼油，这些肉我们晚上炖着吃。赵月容低着头应一声把东西接过来，全程都不敢去看你，拿起来
就往外走，只是精神状态明显还有些恍惚，走出去的时候差点还被门槛给绊了一下。你小心点，看着点路。明明前几天还拽着自己的衣角想要洞房，现在却因为抱的时间久了一点，就成了这副样子，简直让人无法理解他的脑袋瓜里在想什么。拥抱不比洞房要纯洁多了。这时的你突然想到什么，然后连忙问道：“院里的那几只小鸡仔是怎么回事？”那是我去舒服呀。赵月荣说着说着，突然呀的惊呼一声：“咋了？怎么还一惊一乍的？”夫君，叔父今天来了。你想了一下，问道：“所以？”他说有事情找你，但是夫君没在。叔父就说等夫君回来之后，让你去家里找他。